计划邀请大家品尝的胭脂梅泡酒，开封过滤到大桶后，品尝一下口感。那种一爽到底的穿透力是梅子酒最有意思的地方。独具特点的梅子口味喝起来酸爽过瘾。虽然酒看着清澈，但肉眼还是能够看到细小的碎屑。这个好办，咱有经验呢。过滤，这次邀请哪些朋友呢？咱按照古人的方式行一次酒令吧。最近看三圣小妙老师的酒坛里边提到唐代的一个对联，上联是烟锁池塘柳，小妙老师在书中对的下联是板城烧锅酒。他说也因此被罚了几杯酒，所以有想被罚1、2杯胭脂梅泡酒的朋友可以尽情发挥。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刚入手的清风绵柔抽纸，柔软舒适，沾水不易破。左滑进抖音商城秒杀频道或点评论区就能一键购买我的同款好物了。还有更多爆款低至9.9元，各种小零食、日用品闭眼买都没问题。日常多逛一逛，还能省下一大笔，超值。好了，咱的酒也过滤完了，品尝一下。果味的酸爽感比过滤前略微降低了点，但我喜欢的那种一爽到底的穿透力还在，也足够过瘾。装2瓶送检，检测合格后再陆续联系大家。最后别忘了上联烟锁池塘柳。有一个朋友告诉我鉴别啤酒的方法，就是把啤酒倒出后放置常温，让气泡消散后再去品尝，并给我寄了一瓶让我参考酿造。我先按照此方法跟工业啤酒对比了一下，果然好的啤酒在常温无气泡的情况下都可以喝到水果香气和麦芽香气，对比起来工啤就难以下咽了。于是我买了一大堆设备，开始酿水果风味的啤酒。但3次之后我都绝望了，因为口感完全不对。上网查阅和总结原因，泡酒是一个置换的过程，属于物理变化，相对简单，而啤酒酿造是发酵过程，发酵就要对温度、操作、原材料产地等要求更加严格，是化学变化，难度相对大很多。又了解了一下这家酒的历史，觉得非常有意思。2个创始人是发小，一个渔夫，一个在威士忌酒厂上班。创立之初只有2个人，外加1条狗，于是品牌就叫酿酒狗。他们创立之初是厌倦了工啤的寡淡和添加，致力于做浓郁和丰富滋味的精酿啤酒，还融合了自身的朋克和摇滚精神，并做了全方位的创新。顺便又买了几瓶，酒到了品尝一下。这款猫王艾尔维斯 IPA 就是在柑橘香甜的基础上增加了葡萄柚的香甜，高酒精度和葡萄柚风味的强烈碰撞，入口就像猫王的音乐般律动摇滚。酿酒狗的这款浑浊甲胺 IPA 带有浓郁的热带水果风味，仿佛菠萝、芒果、青柠的风味都能品尝到。最经典的就是酿酒狗的朋克 IPA 了。酿酒狗能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风靡全球，最早就是从这款酒开始的。伴随着啤酒花带来的西柚、菠萝、荔枝的风味和浓郁的麦芽香，一举打下了夯实的基础。3瓶喝完，瞬间被它醇厚、具有冲击力的酒体所征服，也体验到自己做的跟人家的距离了。我这种简易设备和不知来历的原材料，想要酿出好啤酒，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等有钱了更新装备后再说吧。之前计划邀请大家品尝的红茶荔枝泡酒，开封过滤回大桶后，发现很多细小的碎屑。这个简单，用咖啡滤纸过滤一下就行。然而我花了2个小时才过滤出75毫升酒，按照这个速度，我这将近8升的酒全部过滤完需要大概1个月。这速度也太慢了呀！本来想放弃的，但尝了一下口感，荔枝的清甜美妙柔和，红茶的滋味若隐若现，且丝毫没有酒精的刺激感。为了这美妙的口感，值得我琢磨琢磨解决方法。首先，我想到做红酒时经常用到的皂土，将皂土软化1天后倒入到酒液中，沉降了7天，果渣明显的下沉了，但依然有氧化分层，说明还有皂土沉降不下去的果屑。这颜值送不出手啊，还得再想想办法。据说高速离心可以分离沉淀，于是我又买了一台离心机，每次倒15毫升6小罐，经过测试，每分钟4000转的功率，离心1个小时，效果最好。然后倒出上面的清澈液体，此时果渣已经沉底了。为了严谨一些，我盖上了盖子，又放置了几天，发现依然透亮无比，而且没有分层，没有沉淀。只可惜我买的离心机太小了，1小时只能出80毫升，我总共有8升的酒，全部分离完需要大概半个月，时间还是有点长。但总的来说，用咖啡滤纸或离心的方式过滤掉细小的果渣，酒体就会透亮，而且不会氧化，不会沉淀。大家好奇这又是什么吗？其实我又买了一台果酒过滤机，工作原理类似纯净水的过滤，只是比纯净水过滤的要粗很多很多，否则过滤完就有可能真成纯净水了。开工，看着浑浊的酒液在5微米的 PP 棉中跳动后，再转入到0.1微米折叠棉中，就简单的2关就困住了果渣。20分钟不到的时间，酒体果然清澈，不由得想起了那句老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过我这套滤芯好像废了，但看着透亮的液体，一切努力都值得。好了，我先装2瓶送检，等检测合格后再来联系大家。
之前有请大家品尝过红枣朗姆泡酒，前一段时间翻看书籍的时候，发现《本草纲目》记载米酒浸泡的做法，而我用蒸馏的高度米香型纯粮酒试验了一下，发现跟朗姆酒对比，米香感在口腔回味很好，而且口感顺滑淡雅，不仅不会破坏泡菜的香气，成本更是不到朗姆酒的一半，怪不得它的口碑在全网还不错。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制作点：红枣去核后蒸一下，这样红枣的滋味更加醇厚干净。红枣含糖量比较高，所以不用加糖。冬天马上到了，大家可以放入点枸杞或人参，这两种材料比较应季。红枣泡酒之后，红枣会飘上来，这样浸泡效果会弱一点，所以我一般加入一个玻璃盖子。试验用的是大桶的九江双蒸纯粮酒，53度能更好的激发出泡菜的内含物质，保存的也更久。最后倒入酒密封就行，大约1周以后就可以喝了。其实红枣浸泡一次后，还有很多滋味留在枣里，我们可以按照老一辈勤俭节约的泡酒方式，在酒大概喝到1/3到1半的时候，再续上同样的酒。泡好的酒大概40度左右，每天喝一两，基本上150块的酒，30块钱的枣，5块钱的枸杞，够喝一个冬天了。大家学会了吧？3个月前用文吃一路泡酒非常惊喜，以前只有在书上才能看到茶叶的花香，竟然在这酒里都呈现了出来。茶叶用我们传统吊香方式，优点是可以更好的萃取出茶叶的花香，缺点是茶叶用量比较大，梨用来吸走酒的刺激口感，同时增加清甜口感。入口是茶叶自身的花香，中口是茶叶的茶香和梨的清甜，后口和回味是茶香，茶香一直贯穿在口腔中，不苦不涩，清新自然。这次浸泡的时间有点长，梨出现了一些发闷的口感。我发现煮的冰糖雪梨汤中，梨的口感非常明显。接下来我准备尝试一下煮梨后再浸泡，试试口感会不会更好。吊香这个工艺，前几天在调东方之珠鸡尾酒时也用到过一次。与浸泡的方式相比，用吊香萃取出来的香气更加的清雅。东方之珠鸡尾酒是近半年的调酒中，我感觉最好喝的一杯，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大家心心念的14款加包果泡酒，今天开封对比。首先从酒体颜色来看，除了纯果肉浸泡的以外，所有的颜色基本上都是深宝石红颜色，像红酒，非常漂亮。第二，口感酸甜，令人愉悦。除了纯果肉和真露浸泡以外，所有的泡酒都有色感，色感最明显的是纯果皮浸泡，所以色感的主要来源是果皮。真露浸泡的没有色感，是因为度数低，果皮的色感没有浸泡出来。当然，真露浸泡的果味也比较淡。第三，酒的香气。果皮里的橄榄香在所有的泡酒里都没有体现出来，但比普通葡萄的口感要顺滑很多，源自于加包果果肉自身的糯感。酒自身的香气跟果子搭配最舒服的是金酒，杜松子香气的补充让酒体更加饱满，两种香气过渡也顺滑，不跳跃，综合是最好喝的。金朗姆浸泡的有一点巧克力香气，也丰富了口感，但相对融合度没有杜松子的好。第四，扎眼和不扎眼的工艺对于长期浸泡来说，口感差距不大。加包果泡酒比普通葡萄泡酒要好喝一点，主要源自果肉的糯甜感和果皮的酸感。我猜想，如果加包果做成发酵酒或者白兰地，再或者浸泡后再混合蒸馏，最后放入橡木桶盛放的方式，这几种做法应该都比单独泡酒好喝。以后有机会再尝试吧。这次一共用了10款基酒来浸泡，我觉得口感排名前3的是金酒浸泡、真露浸泡和白朗姆酒浸泡。留个样品出来，我们下期再见。